能不能长寿，先查心率。专家透露，55岁后心率尽量别超这个范围。长寿可以说是自人类社会文明诞生以来，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追求。相传上古时期的炎帝黄帝以及后来的尧舜禹都活了超过100岁，这在当时生活资料十分匮乏的年代非常罕见。从秦朝建立至清朝灭亡，中国一共历经了422位皇帝的统治。这些帝王里几乎人人都追求长寿秘诀，不过这些帝王中平均寿命还不到40岁，最长寿的就是清代乾隆皇帝，也才仅仅活了89岁。比起这些有着顶级医疗和生活物资保障的皇帝，寻常百姓的平均寿命要更为短暂。据有关数据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百姓平均寿命约30岁左右。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得到了极大提高。截止到2023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8.6岁。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如果想长寿，就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和运动方面下足功夫。能不能长寿，应该先看看心率。专家透露，55岁之后，心率超过这个范围就要注意了。何为心率？心率顾名思义就是人在正常安静状态下每分钟心跳的次数。这里可以看出，心率的确定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安静状态。为什么需要安静状态呢？因为人在情绪激动或者运动过后，心跳是偏快的，而在睡眠的时候，心跳是放缓的。心率一般为每分钟60到100次，但是这个数值随着不同的年龄、身体素质、不同的性别而略有差异。很显然，心率的起伏变化和心脏的跳动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如果心率超过160次每分钟或者低于40次每分钟，那就要注意是否心脏出现问题。临床医学认为，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心率如果超过100次每分钟，则称之为窦性心动过速。如果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则认为患有心脏疾病。导致心动过速这一症状的原因有许多，有偶然的原因，也有身体的原因，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偶然的、生理性的原因一般包括运动带来的身体兴奋、情绪激动，还有抽烟、喝酒、喝浓茶、咖啡等促进血液流动的饮料、饮品等的摄入。这些因素导致的心动过速一般在终止之后就会恢复正常。而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心动过速原因一般是身体出现异常，比如伤口发炎、血压偏高、血脂偏高、发烧、贫血、甲亢等。病理性的心动过速可能是由于遗传先天因素导致，也有后天获得性的因素导致的。不管哪种原因导致的心动过速都应该引起重视，毕竟心脏是人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如果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的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那么就是窦性心动过缓。造成窦性心动过缓的原因也很多，年龄的增长、长期运动的习惯、某些药物的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心肌炎症等等都可能导致心动过缓。年龄增长会导致身体各部分器官功能减退，和长期运动导致的心动过缓都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特别治疗。如果是长期服用治疗心脏类疾病的药物、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也会导致心动过缓，应注意观察，严重者应该咨询专业医生更换药物。甲状腺功能异常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也会导致心动过缓，这种情况就需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改善。心肌炎症通常是病毒感染所致，通常表现为胸闷心慌，这种情况也需要引起重视，咨询医生进行有针对的专业性治疗。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都应该引起重视，尽早查明原因，进行专业的应对。毕竟要想长寿，心率是很重要的因素。55岁之后的心率标准。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更新的过程，和自然界大多数生物一样，衰老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因此长寿才显得尤为可贵。人类的身体器官发育时间长短不一，神经系统最快在出生后的6、7年即发育成熟，20岁左右全身器官基本都已发育完整。基本上在步入成年期后，人类的身体各个器官从成熟进入稳步运转，各部分功能已经正常，接下来要面临的局面就是走向衰老。作为成年期的末端，也就是差不多55岁之后，
身体内各个脏器功能逐渐出现减退，身体各项指标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要格外关注心率。心脏作为身体运转发动机，担负起其他器官组织运行的动力输送角色。前文已经阐明了，一个正常情况下的成年人的心率一般在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55岁之后，心脏功能已经有所衰退，心率的正常范围有所变化。专家建议，人在过了55岁之后，在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心率应保持在每分钟60到80次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脏是自从胎儿形成之后就一直不停的工作，到了55岁之后，随着身体的衰老，心脏的负荷也在降低。如果心率还是保持较高的水平，那么心脏的负担很重，久而久之就会加剧心脏机能的老化，就好像一台发动机长时间维持高速运转，肯定会出问题的。随着年龄的增加，许多中老年朋友或多或少的会患有一些心脑血管类的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疾病对他们来说或许很常见。对于患有高血压疾病的55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专家建议的心率范围是要控制在60到70次每分钟。因为高血压患者一般伴有心慌胸闷、头晕心悸的症状，心率如果控制在建议范围内，那么心脏收缩力减弱，血液流动变缓，从而降低血压。如果高血压患者同时还患有冠心病，那么心率的控制就要更为严格。专家建议这类群体应该把心率控制在每分钟50到60次。冠心病一般是指由于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引起的疾病，而冠状动脉血管变窄的原因主要是由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不良生活习惯主要是饮食的高盐、高油、高脂，缺乏运动、抽烟、酗酒、熬夜、情绪反复波动等。根据健康科学研究报告显示，包括冠心病在内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尤其是到了55岁左右，发病率呈现高发态势。而心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判断依据之一，无论是其检测手段还是相关参数的判断准确率，都是十分简便有效的。另外一种情况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兼具的中老年患者。随着人们年龄的不断提高，高血压通常伴有高血糖，心率过快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分泌一旦异常，那么血糖的控制就会变得困难，从而就会加剧血压异常，进而导致一系列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症状。所以说，心率作为人们能否长寿的重要指标，在55岁之后一定要密切关注。3. 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但还是有办法让我们减缓这种衰老。那么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状态的心率呢？中国有句古话，病从口入，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以前的人们生活简单，饮食基本以清淡为主，很长时间大家都是1日2餐，即使后来1日3餐，晚餐也大多以寡淡为主。现在人们白天忙于工作，许多人来不及吃早餐，午餐也大多对付几口，到了晚上结束一天的工作。人们通过聚餐来缓解压力，大鱼大肉极为常见。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角度，还是从西医的营养学角度，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对维持一个健康范围的心率水平显得十分重要。比起许多人难以长期保持的运动来说，从饮食方面来控制心率显得较为容易得多。首先从饮食习惯来说，早餐、中餐、晚餐都要正常进行，切记不能因为早上忙碌而放弃早餐，午餐随便吃几口，晚餐则隆重而丰盛。其次，从饮食结构来说，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多摄入有益于心脏健康的食物，尤其是55岁之后的人们更应注意。从营养学方面来看，钾元素对心脏的健康有着非常好的帮助，所以大家平日里的饮食中应该多摄入富含钾元素的食物。这些食物主要有土豆、南瓜、山药、燕麦以及大部分的粗粮。水果主要有香蕉、哈密瓜、芒果、橘子等，蔬菜主要有菠菜、苋菜、海带等。此外，人们还应该保持一个科学的睡眠习惯，尽量减少熬夜、晚睡等不良习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因为在睡眠过程中，心脏跳动变缓，得以充足的休息调整。还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这些运动不一定非要是剧烈运动，舒缓轻松的散步、慢走是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的运动项目。结语：人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复杂的仪器，通过每一部分的紧密配合，才能维持身体机能的健康运转。心率作为反馈这台仪器运转的重要参数，想要长寿的话，肯定离不开保持一个健康科学的心率指标。对于想要长寿的人们来说，心率就好像一个指示牌，如果它出现异常，说明身体早已经出现了问题。因此，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从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健康等多个角度入手，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心率保持在专家建议范围内，从而达到长寿的美好目标。